为了给未来垂直起降飞机计划让路，黑鹰停产，支奴干小鸟取消升级。按照原计划，黑鹰会保持现状直到退役。FVL 计划的子项目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被取消之后，航空投资重新平衡，黑鹰这位年近半百的老将也顺势焕发了第二春。2024年2月8日是黑鹰迎来新生的一天。这一天，美军将为黑鹰配备 T901 涡轴发动机，并且还有很大的可能将其升级为无人版黑鹰。火力军此前一直不明白黑鹰究竟有多大的魅力，让美军对其念念不忘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从1983年首次在格兰纳达亮相以来， UH-60 黑鹰就不断在战场上展现自己的存在感。在1989年的巴拿马、1991年的海湾战争、1993年的索马里、2001年的阿富汗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，都有黑鹰直升机的身影。在沙漠军刀期间，黑鹰更是一举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直升机空运行动的主力。1991年，海湾战争爆发，美国陆军在战区部署了大约400架各种型号的黑鹰。这些直升机在部署到战区前就安装了针对沙漠环境的防护设备，并优化进行了远程油箱与改进型航电之类的升级。在前期轰炸伊军雷达系统时，黑鹰基本没有出场的空间，沙漠军刀才是黑鹰的主场，有超过300架直升机实施突击运输。1991年2月24日，沙漠军刀正式出鞘，盟军开始大举进攻伊拉克。进攻当天，美军陆战一师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，一举击溃了伊军第7师和第14师。第101空降师进行了一次战争史距离最远的垂直空降作战，4000余名士兵乘坐60架黑鹰与支奴干飞越140公里，成功突破伊军的防御圈，在伊军背后着陆，建立起了自己的阵地，一举奠定局部战场的胜局。此外，黑鹰也衍生了多种型号和版本，美国空军特种直升机铺路鹰、美国海军反潜直升机海鹰、澳大利亚武装直升机战斗鹰等等。作为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直升机之一，黑鹰为美军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就这样退役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而美军也是这样想的。凭借优异的性能、出色的生存能力、良好的可维护性和强大的通用性，黑鹰在美军内部获得了一致好评。就性能来说，黑鹰集合了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的绝大部分优点。尽管历经近50年的时间，黑鹰依旧是中型通用直升机领域内的佼佼者，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环境适应性、防御以及通用性这3点。因为有了越南战争的经验，再加上全球作战的需求，美军对于直升机的使用环境要求很高，要求黑鹰直升机可以在全世界90%的地域内执行作战任务。其标准作战环境设定为大气温度35摄氏度，海拔1200米。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设计要求，黑鹰在设计环境上要高出不少。得益于黑鹰直升机严苛的使用环境要求，它在极端环境下的战备出动率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加装滑橇，使其能够在雪地、沼泽等特殊地形上安全起降。此外，美军还要求黑鹰以 7.7 吨的重量在3000米的高原上悬停作战，航程至少要达到600公里，最大速度每小时268公里，这对发动机就有一定的要求。当然，对于黑鹰而言，这点不算什么。黑鹰直升机在机身两侧上方安装了2台通用电气的 T700 涡轴发动机，在2台发动机中间还安装有 T62T401 辅助动力系统，可以为发动机提供辅助动力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57公里。黑鹰的防护能力和生存能力在直升机领域也是独一档，在座舱、发动机和旋翼桨叶等关键部位都有装甲防护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防空火力的攻击。座舱与桨叶都可以抵抗23毫米机炮的攻击，即使被命中，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继续维持工作。
同时，黑鹰直升机的机身也经过特殊的防冲击设计，并配备了耐坠毁油箱，即使在遭遇意外着陆时，也能有效防止燃油泄漏，可以保证飞机在以每秒11.5米的速度坠向地面时，机上成员的生存概率可达85%。由于安全性极高，黑鹰至今保持着从13米高空坠落，机内成员无伤亡的行内最高纪录。为了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，黑鹰还安装了导弹干扰系统、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干扰弹投放器，能够有效对抗来自敌方的导弹威胁。黑鹰的维护保养也比较方便，整体比较朴实耐用，再加上独特的干运转性能，在没有润滑油的条件下，也可以持续工作至少30分钟。不过，真正让黑鹰成名江湖的，还是它极强的通用性。黑鹰的机舱长3.84米，宽1.88米，高1.37米，机体内部空间大，再加上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，黑鹰可以通过加装不同设备完成不同的任务。并且在整体设计上，黑鹰还预留了很多适配不同任务的接口，给黑鹰加装武器系统，就可以变身武装直升机或反潜直升机，增加救援设备就成了救援直升机。也正是因为通用性极强，美军还专门为黑鹰开发了一套外部储存资源系统，也就是 ESSS 系统。该系统增加了可以安装4个副油箱或多种武器的机翼，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。像 HH-60J 救援直升机就拆除了作战设备，改为挂载3个副油箱与 RAST 助降系统，以满足从船上起降执行救援任务的需要。而对于执行战斗搜救和特种作战任务的 MH-60S， 则一般会加装红外热成像仪与导弹激光指示器等设备执行任务。除此之外，不同用途的黑鹰还会根据用途研发专门的型号来执行任务。美国海军在 S-70B 基础上开发出的 MH-60R 和 MH-60S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一款10吨级的运输直升机，黑鹰的主要任务就是快速将人员运输到一线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黑鹰可以直接装进 C-130运输机进行战役机动，并采用了大舱门结构，人员离机速度快，在火线下暴露时间短。低尾撑和前3点起落架结构可以在复杂地形下快速着陆。大功率发动机还提高了高原性能，动力十足的发动机与细长的气动截面，使得黑鹰它比大多数的直升机都要快，再加上它的灵活性，可以说是发动机蛙跳战术攻击的最佳空中平台。如果考虑到黑鹰的通用性与庞大的家族，再战个半世纪也不是不可能。只可惜，为了给 FVL 计划让路，美军对黑鹰的关注度急速下降，甚至都要停产了。直到2024年2月8日，美军取消 FARA 项目之后，黑鹰才重新站了起来。FARA 项目取消之后，美国陆军宣布航空投资重新平衡，节省下来的预算将投入到黑鹰和支奴干的采购上。对于黑鹰直升机，美国陆军宣布停止 UH-60V 的生产，转而采购最新的 UH-60M。10年前，红宝石防御系统公司获得一份合同，对美国陆军在役的老迈黑鹰 UH-60L 进行现代化升级，包括数字化玻璃座舱、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，这便是 UH-60V。只是在2019年初的初始运行测试和评估中， UH-60V 出现了软件可靠性问题，再加上疫情的影响，项目进度一拖再拖，并出现了成本上涨的问题，所以美国陆军决定一步到位，承诺在2026财年再签订一份 UH-60M 采购合同。对于支奴干直升机，美国陆军此前的计划是不再采购 CH-47F Block 2，以腾出预算用于 FVL 未来直升机计划。但航空投资重新平衡之后，美国宣布恢复采购 CH-47F Block 2。根据波音公司的宣传资料， CH-47 Block 2的升级包括更轻、结构更坚固的机身，功率提升20%的发动机，改进的传动系统和重新设计的油箱，最大起飞重量提高至24.5吨。同时，波音和美国陆军此前曾考虑在2025年之后启动支奴干的 Block 3升级计划。
美国陆军有钱之后，之前推出的黑鹰升级计划也可以同步进行，比如更换新型发动机、无人化等等。美国陆军计划在2025年前为1300余架黑鹰系列直升机换装新型涡轴发动机，并且打算将黑鹰系列直升机改造为无人直升机。2022年2月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宣布，通过为黑鹰加装机组人员驾驶舱内自动化系统，使其实现约30分钟的无人驾驶飞行。2022年10月，一架改装后的黑鹰直升机在沙漠中进行了1小时无人驾驶飞行试验。按照美军的原计划，T901发动机原定用于黑鹰、阿帕奇和 FARA。在 FARA 计划叫停后，作为其配套的改进型涡轮发动机计划，通用航空 T901涡轴发动机的开发工作并未由此终止，而是推迟。T901仍将在取代阿帕奇和黑鹰上的 T700涡轴发动机。这两大装机平台的规模也足以支撑 T901涡轴发动机的开发和生产，包括收回开发成本。就性能来看，T901可使直升机的动力提高50%，在此基础上，该系统的燃料利用率也可大幅度提高，预期可以节省25%的燃料消耗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携带相同重量的燃油时，使用 T901的黑鹰能增加一定的航程。而且 FARA 取消之后， T901也不需要担心项目进度了，可以预留更多的时间与黑鹰集成。T90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，在一系列涉及到技术发展以及供应链方面的问题之后，原本预定的计划被一再延期。为了保证 FARA 有发动机可以用，时间较紧，但 FARA 项目取消之后， T901也不需要为了 FARA 快马加鞭了。目前，美国军方打算在5月下旬或6月将2个 T901发动机原型机提供给西科斯基。引擎一到手，西科斯基就可以在1个月之内进行对地面操作的试验，而完成的试验与集成程序则需要6个月的时间。此外，美军还在研究无人版黑鹰。2022年，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改造了一架黑鹰直升机。美国工程师在黑鹰直升机的驾驶舱内安装了自动驾驶程序，使其成为了一架无人驾驶的直升机。在测试当天，2名飞行员先是将飞机飞往指定地，随后他们打开矩阵自动驾驶系统，只留在原地进行监控。而无人驾驶的黑鹰直升机载着223公斤的物体飞往130公里外的指定地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人黑鹰始终保持着60米的飞行高度，在山谷中躲避障碍。抵达到目的地后，直接升机释放了吊挂的负载，并在着陆后等待地面人员将一位假人伤员运送到医务室内。同时，直升机通过远程通讯联系不上附近的医院，并再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起飞，将假人伤员送往医院。这款无人机黑鹰在执行一系列复杂任务时表现得还不错，无论是定点返航、自动避障、远距离通讯等，都能做到基本无纰漏。在现代战场中，传统直升机的战场生存能力堪忧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俄乌战争。俄乌战场之上，双方直升机都遭受了严重损失。放眼未来，在任何大规模冲突中，美国陆军航空兵只会面临更严峻的空中威胁。传统直升机在这类冲突中的用途更加有限，这也是美军取消 FARA 项目的原因之一。即便 FARA 凭借同轴刚性双旋翼加推进式尾桨的复合构型，在速度和航程上领先于传统直升机，但面对敌人防空火力的枪林弹雨，战场生存能力依旧不太行。在未来高烈度战争中，无人装备才是重点。之后的无人版黑鹰，除了战场运输之外，还可以空射武器来提高生存能力，由后者来完成侦察、干扰、电子棍、诱饵、巡飞打击等任务。不过，对于美军而言，不放弃黑鹰，并不代表黑鹰可以在未来战场大放异彩。在大国竞争的情况下，黑鹰的确不适合太平洋战场。贝尔 V280 之所以能取代黑鹰，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远程这2个字。随着美国将全局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，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后，远程这4个字就越发重要。可以说，美国军方已经在构想一场太平洋战争。在这场假想的战争中，对于美军的航空器而言，最重要的2个指标就是航程和速度，而黑鹰却无法满足美军的需求。其航程无法跨越大海，无法做到长途奔袭作战，无法做到从己方安全基地起飞到达战斗区域。拿黑鹰直升机的现代化版本 UH-60M 来说，其最大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94公里，其作战半径590公里，最大航程2221公里。
这个最大航程还要求黑鹰安装附加短翼并外挂油箱，内外油箱都装满航空燃油，并且无法携带任何有效载荷。如果携带一定量的有效载荷，UH-60的最大航程大概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，而 UH-60想要凭借最大速度飞越1500公里的距离，需要整整5个小时，美军也耗不起。而 Y-280的作战半径达到了930到1480公里，最大航程达到了3900公里，也是 UH-60M 的2倍左右。在美国陆军少将的说法是，足以在敌方中程弹道导弹射程之外的海上平台实现起降，然后对既定目标实施快速抵近，执行两栖突击作战。所以2024年年初，美国陆军就计划削减157架现役黑鹰，占黑鹰总数的8%左右。早在2019年，美国陆军就计划在2023年前退役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所有早期型号 UH-60A 黑鹰直升机，并且在2024年前退役陆军的全部该型直升机，除 UH-60A 外。另一款早期型号 UH-60L 也在退役名单之列。面对未来大量退役的黑鹰系列直升机，美国陆军计划将其作为二手装备对外出口，预计每架退役的黑鹰系列直升机售价为200万美元。2023年10月，芬兰帕特里亚公司与美国联合航空集团达成初步协议，将于2024年开始购买美国二手黑鹰直升机，并对该机进行升级。总的来说，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是保新机制还是保现有工业能力的抉择上，美国陆军选择了后者，保住了黑鹰和支奴干系列直升机的生产线。而就实际情况来看，黑鹰的确不太适合未来的太平洋战场，但依旧存在升级空间。火力军很期待未来的无人版黑鹰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黑鹰还能再战多少年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